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正在发生。这个星球上最富有、掌握最多信息的一小部分人，正悄悄为自己准备退路，甚至开始把自己往地下埋。过去这几期，咱们一直在拆解古代遗迹，看那些曾经辉煌的工程文明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停摆的。可当我们把目光拉回到今天，你会发现现代文明最顶层的那批人，似乎也在为同一种结局做准备。连扎克伯格在夏威夷考爱岛的大型地产项目里，都被爆出规划了带有防护功能的地下空间。不管他后来怎么向外界淡化，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站在顶层的人确实在为地表失效做物理准备。这不是个例 ，OpenAI 的创始人山姆·奥特曼曾公开聊过，他准备好了黄金、抗生素、防毒面具和隐秘的土地。早在很多年前，就有权威商业媒体调研过，在硅谷有相当比例的超级富豪已经开始配置某种形式的末日保险。当最擅长做风险预测、最接近全球海量数据流、站在 AI 平台和资本系统顶层的人开始认真投资地下生存系统时，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现代文明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不是一套绝对可靠的系统了。过去10几年，他们最擅长讲的是科技如何改变世界，可现在他们真实的资金流向正在暴露另一套底层逻辑，不是修复世界，而是为世界规则失效后的自己留下后路。10几年前看灾难片《2012》时，很多人以为那张标价10亿欧元的方舟船票只是科幻，但现实是这张船票早就开始悄悄发售了，只不过它的形态变成了深埋地下的混凝土防爆门。巨大的恐慌很快就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催生了一个叫末日生存的廉价生意。现在你上网搜，无数商家会告诉你，只要花个几万块钱买个铁罐子埋在后院，就能给家人在末日里买个保险。但这在工程学上是一种极度残忍的恐惧营销。廉价市场里最常见的方案，要么是未经充分结构加固的集装箱，要么就是把极其复杂的地下建筑工程直接简化成一件挖坑就能埋的现成商品。问题根本不在于材料叫什么名字，而在于商家卖给你的是一个静态的物理掩体，但你真正需要的是一套动态的生命维持工程。比如空气，真正麻烦的不是没有氧气这么简单，而是在封闭的空间里，二氧化碳会第一步失控。很多避难空间最难处理的从来不是墙体，而是你每一次呼吸带来的废气积累。如果没有极其昂贵的工业级二氧化碳洗涤装置和核生化3防过滤系统，地表哪怕是一场化工厂泄漏，外面的毒气就会直接倒灌，而内部的废气又排不出去。有的人以为自己买的是安全屋，但真实情况可能是地表还没开始坍塌，地下地表的外壳先被泥土压到变形，外面的毒气还没有过来，内部反而因为废气超标而走向窒息，暴徒还没开始砸门，自己反而被发酵的排泄物困死。所以普通人掏空积蓄买到的，往往不是文明的备份，而是一种比灾难更早失效的安全幻觉。因为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你能不能躲进去，而是你躲进去以后能不能继续的活得像个现代人。那真正脱离地表能让你继续活得像个人的地堡到底长什么样？我们看看那些建在核导弹发射井里的超级生存项目，比如美国的 Survival Condo， 这种外层能扛核爆，内部能长期自给自足的地下堡垒，售价通常是几百万美元起步。为什么普通人买不起现实里的这张船票？因为一个能住3到5年的地堡，拼的根本不是那几米厚的混凝土，而是你能不能在地下完美复制出下面这5个东西。我们可以顺便算一笔极其冰冷的账。第一，微型发电机。普通的柴油机撑不了几年，真正的地堡需要多重保险的供电和储能系统，甚至还得加装全套的电磁屏蔽网，可以硬扛核爆瞬间的 EMP 冲击。因为一旦断电，下面所有的系统都会连锁失效。一套能保证几年不断电的工业级地下储能网络，起步价至少在20到50万美元。第二，空气制造厂不仅要供氧，还要维持内部的正压状态，尽可能把外面的辐射尘埃挡住，同时需要24小时处理内部人员呼出的废气。一套军用级的核生化3防过滤机组，加上大型二氧化碳洗涤器，硬件报价通常在5万到15万美元。第三，深层水处理系统，靠矿泉水活不过末日，你必须动用重型钻机，直接打通深层地下水，再配上大型的反渗透进水和水循环网络，而这套水处理的工程造价能轻松的突破10万美元。第四，闭环食物生产线，要在没有阳光的地下提供持续的碳水和维生素，你得建一个全封闭的水培农场，靠成排的大功率植物灯去模拟太阳，甚至需要闭环的水产养殖系统。光是这套微型的农业硬件搭建，就需要投入10万到20万美元。第五，
精神稳定系统，要在一个长期隔绝、高度封闭的地下空间里活上数年，没有自然光，人会崩溃的。所以地堡必须配有模拟日出的 LED 假窗户、地下泳池和心理设施。这种欺骗感官的奢华系统，造价同样是几十万美元起步。咱们来算个总账。普通人以为花几万块钱买个铁皮罐头就能保命，但用工程学的眼光来看，光是凑齐这5套脱离地表的系统硬件，账单就已经轻松突破100万美元了。而这甚至没有算上最恐怖的隐形账单，那就是深度与土建。要抵御穿透性的辐射和地表极限的破坏，真正的地堡绝不是埋在后院2-3米那么简单。像 Survival Condo 这样的项目，是直接垂直深潜到地下15层，约60米的深处。你要在地下水位之下，坚硬的岩层中凿出这么庞大的空间，还要浇筑几百吨的配重混凝土。因为如果不死死锚定住，当地下水暴涨时，巨大的浮力会把整个地堡像潜水艇一样硬生生地顶出地面。光是这笔极其变态的挖掘和土建费用，就能轻松地再烧掉几百万美元。这也是为什么顶层富豪往往选择的是走捷径，直接买下冷战时期造价上亿美元的废弃核导弹井来改造。因为他们算过账，就算是亿万富豪，从零开始往地下挖60米，这个费用也太高了。说到底，真正昂贵的从来不是地下那层墙，而是当你离开地表之后，继续维持一个可运行的人类文明。当我们惊叹这些造价千万、集成了全球最顶尖生存设备的超级地堡时，如果用真正的系统工程学去推演，我们会发现一个极其绝望的底层硬伤。即便那些生存手册上写着地堡可以维持数年的自给自足，但他们绝口不提一个词，那就是全球供应链。现代科技的本质是极度精细化的互相依赖。就拿地堡里的反渗透水处理系统来说，它的核心是那层高分子的半透膜。在正常世界里，这个膜如果坏了，你只需要掏出手机，明天就会有替换件送到你的家门口。但在地表物流停摆的末日里，如果这张半透膜突然破裂了，你需要的是化工原料厂、精密的制造空间以及横跨大洋的货轮。同样，水培农场里的 LED 植物生长灯，如果驱动主板里烧了几个电容怎么办？空气洗涤剂里的吸附剂饱和了怎么办？当然，你可以囤积一屋子的耗材，但你不可能把整个人类工业体系打包塞进地堡里。现代设备越是高级，它的维修黑盒化就越严重。一个集成了各种传感器的控制主板，一旦出现了芯片级的物理损坏，哪怕你的地堡里有一个顶级的机械工程师，在没有全球上下游产业链支撑的情况下，他面对这块烧坏的电路板也只能束手无策。所以用极度客观的视角来看，那根本不是什么永动机般的诺亚方舟，它本质上是一个极其昂贵的不可逆的沙漏。富人们赌的根本不是自己能永远的活在地下，他们赌的是地表那些失去秩序的同类会比他们地堡里的那套系统更早一步耗尽生存条件。哪怕是零件不坏，哪怕是富人把这5个系统全部做到了完美，他们依然面临一个无解的死结。著名媒体人道格拉斯·拉什科夫曾透露，有超级富豪私下问了他一个毛骨悚然的问题：当事件发生，钱变成废纸之后，我拿什么去控制那些手里有枪的保安？你看，这就是这套地下文明的终极漏洞。当法律失效，银行账户清零，钱变成废纸，你曾经花钱雇佣的那些保安，凭什么还要听你的？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霸占这座囤满了粮食和水的避难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有人认真设想过，能不能直接给安保人员戴上电击项圈，靠这种极其野蛮的物理手段来维持控制。这听起来很荒诞，但也极其冷酷地揭示了现代社会最脆弱的底色。现代社会真正脆弱的地方，从来不是楼够不够高，网速够不够快，而是它的运行效率建立在一套极度精密也极度依赖协同的供应链上。一旦停水、断网、物流受阻，支付系统失灵同时发生，空货架和秩序失衡出现的速度会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快。末日地堡防的从来不是末日本身，它防的是末日里失去秩序的同类。地堡根本不是一个拯救全人类的答案，它只是顶层人群对系统失去信心后给自己写的一串私人补丁。咱们聊到这里，其实答案就已经非常残酷了。当我们在为明天的高科技欢呼时，这帮站在顶层的人却在研究如何把自己藏进最深的地下。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有人在造地堡，而是最有能力修补系统的人已经开始默认这个系统迟早有一天会崩溃。这里是信息局外人，我不负责给大家提供答案，只是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下期再见。